我靠，第一轮的结果很意外啊！对，肯定是我的方法不对。第二轮要上难度，会更尴尬。本期的测试数据、测试结果、工作流，我都会放在网盘里共享给大家。感谢大家一键三连关注。大家好，我是乌秋。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最近比较火，也容易让人比较兴奋的话题啊，就是这个 RAG 是不是快过时了？RAG 这个技术呢，出来已经很多年了，做企业知识库啊、智能体客服啊、知识问答呀，每个人的第一反应还是说，那上 RAG 呀。但是做过的人都知道 ，RAG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属于那种你说它不行吧，它有时候真能打啊；你说它行吧，关键时候又像这个实习生第一天上班，尤其是这个资料里面有了旧版本、新版本、群聊记录、报价单、会议纪要这些都混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开始表演。你问他去上海还是去苏州？AI 回答说，资料显示你很重视本次商务拜访，答非所问啊。最近这个 LLM Wiki 和这个 G-Brain 这个项目火起来了，我一看到眼睛一亮。传统 RAG 像什么呢？像一个临时翻资料的实习生啊，就是你问他问题啊，他就去资料堆里去翻几段内容，然后塞给大模型，让大模型回答。而那个 LLM Wiki 呢和那个 G-Brain 呢，更像一个会做笔记的秘书。他不是每次都临时来翻记录啊，而是把资料呢整理成结构化的Wiki 页面 Markdown 文件，维护一些东西，比如说当前的状态变化记录、过时信息、风险金单、代办事宜、可复用的 SOP。这个听起来是很美好啊，这不就是老板梦寐以求的秘书吗？不会请假，不会迟到不会说这个我不清楚，还能24小时在线除了不能给你主动倒水，其他都很 OK 啊。我作为一个对新技术非常感兴趣的人，当然要测试一下。我希望看到的是新技术碾压老技术，最好是那种画面RAG 站在擂台上满头大汗。G-Brain 戴着墨镜走上来，咔嚓3秒钟 KO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兴奋地向大家说，兄弟们，时代变了恒基源来了，金炮为了让测试呢更像真实场景我呢设计了一个故事，可能我们工作里面也能碰到。这个主角呢是李老板是一家软件开发商的总经理。李老板呢要去见一个客户假设这个客户叫华东制造集团那这一次的重要商务谈判呢出发前要准备很多东西包括就是在什么地方出差什么时间呀，谁参加，带哪个报价，带什么礼品，会议讲什么，预算够不够，哪些资料不能带。然后呢，我给他安排一个 AI 助理，名字叫小蔡为什么叫小蔡呢？因为这个他就是很菜小蔡的任务呢不是陪老板聊天，老板真正需要的是别让我跑错地方，别让我带错报价单别让我送错礼，别让我算错预算，别让我在客户面前像一个刚入职的亲戚。这次的测试呢，本质上就是小蔡的入职考试。这个故事呢分3天。第一天，李老板开始准备商务谈判。一开始的计划呢是周二下午去苏州工厂开车过去。小刘呢也参加。报价准备呢 1.0 版本，总报价是58万。礼品方面呢，有人建议带红酒显得正式一点。资料呢也先按通用版准备包括公司介绍、AI 知识库的方案、通用演示截图、报价这个阶段看起来很正常。老板要出差团队开始准备，一切都井井有条。好，第二天，熟悉的剧情来了。客户临时打电话说改安排了，客户说不去苏州工厂，改到上海总部。那时间也变了下周2变成下周3了，交通方式也变了，开车呢变成高铁人员也变了。小刘呢因为下周有别的安排不能参加。那么陈工呢加入了另外呢客户关注的点也变了人家不想看什么花哨的这个大屏演示，也不想听你讲一堆模型参数，客户关注的就3件事情：企业资料不能出内网，知识库问答必须有来源，要能自动生成汇报材料。报价呢，随着这个用户的这个需求更改呢，我们也觉得要改一版。第一版本呢58万太高了于是呢就出了一个第2版本39万。但是39万呢它是不包含自动汇报材料生成的，这个模块呢又恰好是用户关心的这就很矛盾。你看这个就是企业真实资料里最恶心的地方不是没有资料，是资料太多。每一份资料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呢都觉得自己很权威。到了第3天，李老板最终确认，最终地点呢出差呢在上海总部，不去苏州工厂了。时间呢最终确认是下周3早上8点20高铁，10点半开会。最终人员呢是李老板这个李经理王工、陈工小刘不参加。最终的报价呢是3.0版本就总价是43万。1.0和2.0呢都不用带了防止到时候拿错。最终礼品呢是这个茶叶礼盒280元。不能带红酒，也不能带水果果篮，所以总预算呢3000元。预算的明细呢是这样的：高铁票1144元，打车260元，茶叶礼盒280元，打印装订96元，午餐420元，合计呢2200元，剩余800元。那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故事的过程。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 AI 设计一个题目，比如说我们问那个小蔡助理，我们还能不能买一个1000元的礼盒呀？那正确答案肯定是不能嘛不是因为舍不得，是因为预算只有800了，是吧？
而且呢，客户的合规呢要求比较严格，高价礼品也不合适，所以这道题就很适合测 AI。它不是简单的去库里查一句话，还要知道当前的这个最终方案，要能查到预算明细，要知道这个礼品的风险，还要会算账。所以小蔡这道题如果答错呢，老板第二天肯定就变成了左手报价，右手红酒礼盒，开车去了工厂，结果客户在上海总部等他。这就不是 AI 助手了，这就是 AI 智障。所以呢，我就把这些信息全部整理成文件。第一天一批文件，第二天一批文件，第三天一批文件。旧文件不删，但是新文件持续往里添加，这才是一个真实公司的办公场景啊！真实公司里谁会把旧资料删得干干净净的？不会的啊！真实公司的情况是群里发一版，微信补一句 ，Word 里有旧版 ，Excel 里面还有新版。老板最后在语音里说就按这个来啊！第二天所有人都问哪个是这个？所以这次我们要测的是不是 AI 会不会聊天？是它能不能分清楚什么是初版，什么是过渡版，什么是最终版，什么已经不能执行了，这才是企业知识助手真正难的地方。接下来第一套呢，单独用 DeFi 的 RAG 知识库；第二套我单独部署这个 GBrain， 要导进去以后还要做页面维护啊，比如说最终计划呀、变化记录或是信息，我来比较一下这两套知识方案有什么区别，看看新技术能不能打败老技术。我们先来创建一个本地知识库，这个是 DeFi 的界面啊，选好我们已经设计好的这些文件，把分段长度改到700啊，分段重叠长度改到100，我们选择混合检索 ，TopK 改到6，RayRank 模型我选的是1000问的8B，Embed 模型也是1000问的8B 的模型啊，这样的检索的效果会更好。好，库已经建好了，我们随便选一个专属智能客服来创建应用，这是 DeFi 自带的模板。进去以后呢，我们先把对话模型改成 DeepSeek。这个时候我们先选择聊一下天，说明模型已经对接好了。随便问，第一个问题是给老板生成一份1分钟的提醒，只保留最关键的事情。这时候模型经过思考，没有任何答案，原因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添加知识库。好，我们添加知识库 ，TopK 改到6。我们再问同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就触发了知识库的检索。这时候他回答问题，以下的一个回答就是8点20高铁出发，4个人准时到站啊，会议10点半开始，说明他已经检索到了。还可以看一下，底下有2个召回的文件，这些是文件的切片。老板现在手里有一份 V1 报价，能不能带取？如果不能，为什么？不能带取。本次正式拜访已明确只带 V3。好，我们正式开始，所有的题目一题一题的去提交。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测试所有的题目的过程。第一组设计了8个题目啊，这些题目都不光是直接查询，还要做一定的分析，看看这2个测试会有什么区别。现在有了 AI 以后呢 ，GBrain 的安装也是很简单的啊，我们就把这个网址直接复制啊，这是 GBrain 的网址，复制完了以后直接扔给我们的客户端，让他去安装就好了。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他还给我手搓了一个 Web 界面，知识库里面已经建好了所有的文件、知识图谱，并且它已经建立好了知识图谱之间的关系。当然，因为我们的内容比较少，所以关系比较建立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稀松的这种关系。但是只是测试15个页面，51个知识库。然后我们在 GBrain 里面把商务拜访的文件和页面维护的要求都已经搞定了。我们在 DeFi 里要连接 GBrain 呢，首先我们要在这个工具的选项里面去自建，在工具里面有一个 Swagger API 这个选项，我们点进去以后呢，创建一个名字啊，因为它是标准的 OpenAI 协议，我们要把本地装好 GBrain 的那个地址端口啊，包括 OpenAI 点 JSON 这个文件的地址给它。这个你装好 GBrain 以后 ，Agent 就可以维护好这个文件，然后 DeFi 读到了这个文件内容啊，点添加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复制刚才的 RAG 的测试实例啊，我们新建一个 GBrain 的实例。这里面的工作呢，就是第一，先把 RAG 的知识检索呢给删掉，通过这个自定义工具的 Swagger API 里面去选择，这里面一定要选择 Search 搜索节点，然后这里面要填几个内容。第一个是用户输入那个地方呢要填 query，就直接斜杠填 query 就好了。然后
source 这个地方呢就填 default， 当然前提是你的库里没有其他内容。好，然后我们把节点呢给它接上，删掉之前那个知识库节点。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就是 LLM 节点呢，我们要把上下文选成 search 的 test 的这个 string， 然后选好以后我们来测试，还是刚才的老问题。好，这个时候它已经列出来了，华东制造集团上海总部不去苏州工厂，说明 JetBrains 的那个检索已经生效了。好，我们同样跑刚才的那组题目看看它的回答。之后我会把RAG 和 JetBrains 的回答呢统一列到 Excel 表里，然后由 ChatGPT 去打分。我靠，第一轮的结果很意外，我本来以为 JetBrains 会大幅领先，因为它听起来会更像维护这个状态的大脑。结果发现 RAG 没有那么差，第一轮测试做完成绩差不多，甚至某些题 RAG 更稳，这就尴尬了。本来是以为一部科幻片，结果拍成两个菜鸟打架，结果年纪大的菜鸟更稳，不对，肯定是我的方法不对。我来上第二轮要上难度，我把资料分阶段变化，周一是出版，周二变更，周三确认。我不是一次性把3天的资料都给他，我是每隔1天给他新增资料，只有第1天的数据的时候我来设计问题，第2天增加了数据我再来设计问题，第3天再增加数据再增加问题，这样上难度我认为这个 JetBrains 应该能起飞吧。这里设置了3组题，每一组呢都是每一天发生的新情况更新以后所出现的题目评分标准我也放在这儿。结果第2次更尴尬， JetBrains 并没有拉开差距，有些题甚至更低，更像一个备忘录。但是备忘录你也得去查小票，要看发票，你不能光看报备，尤其是金额、报价、合同日期、人数这些东西，这些就必须找到原文凭证，甚至要用代码去计算。看来挑不出个1、2、3。我突然觉得我为什么一定要用 RAG 和 JetBrains 去单挑？你说是筷子厉害还是勺子厉害？你吃面条用筷子，喝汤用勺子。那 RAG 擅长查原文， JetBrains 擅长管状态，我们把它拼起来不就好了吗？ Apple pen pineapple Apple pen pineapple 是把 apple 把 pen 把 pie 拿铅笔插一起，不就是 pineapple？ 那我们就把 RAG JetBrains workflow 拼在一起，那怎么也比单独一个靠谱吧？古人云，3个诸葛亮不洗澡，他肯定比一个臭皮匠更臭啊。于是我就搭了一套 DeFi 的工作流。用户进来以后先分类，原文类，如果是原文查询类的，比如说哪份资料说不能带红酒，那就走 RAG， 因为这就是查证据。如果是当前状态，比如说最终去哪儿，哪些旧信息不能再用了，那就查一下那个 JetBrains 的状态页再用 RAG 验证原文。如果是决策类的，比如说会议压缩到20分钟应该优先讲什么，那就让 JetBrains 提供风险和当前状态，再让 RAG 补原文。如果是金额、日期、人数，比如说1000块钱还能买什么礼品，那就走 RAG 查原文，再走代码节点做计算。你总不能让大模型心算这个数，模型是不如咱们的。如果是 SOB 沉淀类的，比如说根据这次商务拜访沉淀下一次的检查清单那就用 JetBrains 的经验页，然后用 RAG 补细节。这套逻辑总结成一句话： RAG 查原文， JetBrains 管状态，工作流做对账。我做了3轮测试，同一套题分别问这3个代表，最后的结果出来了。单独的 RAG 8.3， 单独的 JetBrains 6.3， Workflow 9.10， 明显的这个融合方案取胜了。但这个结果也很有意思，它不是说 RAG 不行，相反 RAG 非常强，尤其是原文事实 RAG 稳得像老会计一样。JetBrains 单独的分数低，但也不是说这个方向没用如果你单独用它，特别是维护页的不够细的时候，它容易变成一个记性不错但是不太严谨的秘书。那 RAG 和 JetBrains 的合体那就很高了，因为它把问题拆开了，该查原文查原文，该看状态看状态，该算账就让代码算，该提醒风险就去查风险清单。这个时候 AI 才真正像一个能干活的商务助理，而不是语言很优美的废物。我们最经典的一道题是老板问还能不能再买一个1000块钱礼品，单独的 RAG 可能查到礼品风险，可能也查到预算，但不一定能把状态和计算完整的串起来。单独的 JetBrains 可能不建议高价礼品，所以不能列出预算明细。融合的 Workflow 会做几个步骤：第一，识别这个金额的计算，他知道之前花了多少钱，会调用计算程序去计算现在还剩多少钱。检索预算相关的资料，不能只搜礼品，如果只搜礼品很容易召回茶叶红酒，召不回高铁票和午餐费。 RAG 找到了最终的预算，那么由代码节点4计算以后得到800，最终答案是不能买，因为预算不够所以这个才是老板要的要求。老板才不要听什么资料显示礼品选择需谨慎，老板想听的是别买，
钱不够还容易出事儿。这就是 AI 商务助理和 AI 文学青年的区别。所以我现在不再去纠结是RAG 和 GBrain 哪个代替谁，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对。当然不是所有的场景都需要做这么重啊，比如说我只需要查原文的制度，不需要解读，那这个 RAG 肯定就够了，没必要上来又是 RAG 加 GBrain 加工作流，这个很复杂。如果你是做长期的项目管理、客户跟进、商务拜访、谈合同、老板出差这种场景，信息会不断变化，新旧资料混在一起，还会涉及什么金额、人员、时间风险，那单靠 RAG 肯定不够，单独的 GBrain 也不够，你需要的是一个能对账的知识工作流。最后我总结一下，这期结论是 RAG 没过时，GBrain 呢也不是神，工作流也不是魔法，真正靠谱的是把它们放在正确的位置上。这就是本期的内容，我是吴修，下期我们接着开车，接着翻。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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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